今天来开箱3月 SHF 新品，来自全职猎人主角团的第3人雷欧利。那这里也是先感谢3月兽的小伙伴提供的评测键。我一直想吐槽这个翻译，杠翻译成小杰也就算了，雷欧利欧的翻译怎么少了句尾的欧呢？很神奇啊。不过猎人线前2弹小杰和奇亚都做得非常优秀，所以雷欧利也算是备受瞩目的。我也很担心啊，素质会掉下来。那么到底具体表现如何呢？就赶紧来开箱看一下吧。这个开窗看着东西倒是没多少啊，但是打开彩盒会发现塞得还挺满的嘞。作为一个约等于非战斗的角色来说，这个可谓是良心了。本体造型看一下，还是一贯的优秀水准。硬要说的话，和设定图相比，其实感觉这个脸稍微年轻了一点啊。当然，本来人家雷欧利的设定里也就只有18到19岁，就是个刚进大学的大一新生，结果一直穿西装打领带，一副社畜模样，加上这一脸的络腮胡啊，导致刚登场的时候，我一直以为这是个30岁的大叔。大叔配小孩，之前没看过猎人的时候，我还一直以为这不是什么正常的热血漫呢，属于是严重低估了老贼的创作能力了。那这次也是来拉近了看一下这次素体的造型涂装。首先这次的素体几乎是没有给什么涂装的，包括里面的衬衫领带啥的都基本是造型分件而不是涂装。不过塑料的配色和发色都还行，加上这次的西服造型，衣服褶皱纹理都非常不错，关节分件部分也填充的很不错，所以整体看下来的话，观感其实是非常不错的，甚至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了。甚至我可以这样说本来我的预期就只是同样穿西装的山治，但结果这个素体做的可比山治要好多了。不过我想大部分兄弟买雷欧利都是奔着收齐主角一套去的，当然我也如此所以和小杰他们的比例对比的话就很关键了。那这里给大家放一起看一下会发现其实还不错身高方面倒是挺和谐的，不过小杰和奇亚的块头明显大了一圈，尤其是从脑袋的大小对比，雷欧利多少看上去有点小头爸爸的既视感。但相比于其他比例早就崩坏的系列，这3只这么放一起看还是挺和谐的，包括还原度也是非常高的，放心入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接下来就期待库拉皮卡了。那说到还原度，就必须来看一下这次的面雕了。作为人物魔丸的灵魂，猎人线的面雕素质可以堪称是 SHF 系列最优秀的。你看这个微笑脸和激动的泪崩脸，我认为雷欧利的面雕神韵是有点难掌握的，但是这里可以看到刻画的非常成功。再来看到这个愤怒呲牙脸和怒吼脸，神韵已经把握的相当准确了，而面部的细节也是做的相当的细。就单说这个呲牙脸的牙齿涂装，完全没有出界和异色，甚至上牙还有凸起的细节，有些东西真的是货比货得扔当然也不是5个面雕都很完美，这次的这个平静脸我感觉就差了一点意思于是就单拎出来了。侧面看倒是还行但是正面看就感觉有点不对了，也可能是剧情里的雷欧利正经的时候不多吧，印象里全是搞怪脸、搞钱脸和好色脸，很可惜这次没有附带这些表情。不过作为暴脾气的角色，最精髓的愤怒脸给了就好。而且这个怒骂的表情用途很广用来还原酒店里假装打电话传递情报的那一段，那也是非常完美的。バカ！ベンチタクルホテルだよ。何度聞き間違いすりゃ気がするんだ。よく聞けよ。7時きっかりだ。それまでにホテルに来い。メッセージだ。当然为了配合各种还原，这次的手型也给的非常丰富。首先就是一对常规的开掌手，一对中指推眼镜手，一对握拳手和一对结印手，然后就是刚刚打電話的手型了，手机也给了贴纸的还原。最后这个指向手当然是为了还原。これだけあんたに会いたがってるんだ。分かって言ってるのだ。あんたが声をかけてやれば、あいつは元気になるかもしれねえんだぞ。あいつが自分から来てほしいとでも言ったんだ。言える状態じゃ。このクソ野郎！一遍死ね！我真的怀疑成品部里混入的都是猎人的真爱粉，全剧里几乎靠躺赢的雷欧利，一直到这一幕才真正展现了自己的能力。但这一圈打的是真提气人气直接超神。就这么短短的一段里，除了咬牙脸和怒骂脸，戴哥还把雷欧利的特效也搞出来了，做的也是非常的不错妈呀，是真的良心。同时这一幕的最后还有雷欧利和小杰的重逢，所以还贡献了这张泪奔脸。不过我更喜欢的是这张脸的其他用法，就像这样老父亲的抱抱，这附属的配件真的是又好玩又还原。
然而这里还有高手，你没想到的，戴哥也给你塞了进来。都穿西装了，山治的插兜配件不得来一个吗？替换又方便，直接插拔就可以了。手型也是直接怼进去就好，整个造型效果也非常的不错。不对，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只给一个呢？那必须塞2个进去啊，一边一个，耍起帅来那不是妥妥的吗？妈呀，我有时候感觉啊，阿戴你是真的偏心啊，价格也没多大区别啊，凭啥雷欧利能吃这么好呢？这还没完啊，除了最后的那一拳，雷欧利其实是没什么战斗场面的，但是这次的素体可动却能给一个夯啊！这里带大家来细品一下。首先这个脖子是一个双段的关节，但是脸太长了，低头会干涉到，只有30度，抬头也有30度，不过会慢慢的回弹，这没有办法啊，造型的问题，抬头低头幅度都不是很大。不过左右的摆头幅度是非常不错的，可以到接近45度的幅度，头部的平转幅度倒是没有360，但是左右的90度是没有问题的。肩膀这里是索隆一样的斜切转动关节，是没有办法进行前伸的，而是通过这种平转来达成前后30度以上的前伸。同时这个关节也有一定的上抬幅度，加上肩头也有平抬的关节，侧抬远超90度。不过这个关节对大臂大风车不够友好啊，得调整一下才能360度的转，而大臂上段的平转360度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肘部也是一个双段的关节，折叠180度也基本没有问题。最后腕部也是有超过45度的弯折范围的，非常不错。腰部内置了一段小伸缩关节，拉起来能看到多露出了一颗扣子啊。关节拉伸后的弯腰幅度能略微超过30度，很不错。挺胸也能达到30度以上啊，对于西装造型来说很难得了。腰部侧摆可能会因为造型的干涉回弹一段，但也有30度左右。最后抓住衣服的下段360度平转，毫无压力。大腿前踢90度无压力，超过90度会被衣角干涉，会稍微回弹一段。后踢没啥问题啊，45度以上轻轻松松。侧踢理论上是90度没有问题的，关节的极限也是这么设计的，不过实际会因为重力感应有一段回弹。然后大腿根部360度平转关节也是做出来了。最后是180度的屈膝双段关节，膝盖部分填充饱满，非常的优秀。接着脚踝继续超神，这里竟然还做了一个分件啊，变成了360度的平转关节，这里应该是个球关，下方又套了一个转轴，所以前抬60度以上毫无压力，后抬把脚背绷直也是轻轻松松。而转轴加斜插的脚踝设计自然是能做到忍者级别接地的，向外的接地也是一样，不过这里就没有掰到底了。最后脚掌前段做了90度的独立上抬。整个可动看下来呢，你们就说牛不牛吧？一通把完后，我的感觉就是蜘蛛侠能掰的 pose 啊，幅度稍微小一点的话，雷欧利也能掰。这西装素体有这个素质，其实已经让雷欧利超越了雷欧利了。你像这样的 pose 啊，剧中肯定是不会出现的吧？当然，毕竟雷欧利的角色定位不在此啊，所以能给这个可动也是出乎我的意料了。雷欧利在主角团的作用就是一个成熟的男人，指引其他少年前进的方向。愤怒和大大咧咧只是其处事的方式，内核其实就是一个温柔、成熟、靠谱的大叔。这也是为什么我越看越喜欢雷欧利啊。当然，如果你说这一身可动，那不就白费了吗？别急，这不是已经打了金一拳了吗？既然有了第1拳，自然会有2、3、4、5、6拳，就等着这个大后期给发育起来了。所以富坚老贼，你赶快给我把黑暗大陆篇给画出来啊！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喜欢我的评测，记得点赞、关注、收藏一下。大家下期再见喽！